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歪。今天又是一个做黄铜作业的日子。然后，之前做过很多黄铜的东西，但是我大部分都是用银焊药来做焊接。而且特别是中温的银焊料，它在焊接黄铜的时候会比较容易，温度比较刚好。然后，我最近发现了，其实台湾也有卖黄铜焊药。那之前一直都没有用黄铜焊药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听说，就是听前辈说，那个黄铜焊药非常的难焊，所以我今天想要来试试看它到底有多么的难焊。这个是我在网络上买的黄铜焊药，它大概0.8 mm，它其实就跟一般的黄铜线长得很像啊。这是黄铜线，下面这个是焊药。这个焊药可能多了一些银的成分，所以，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，它的熔点会不一样啊。但它实际的温度，我看网络上我买的那个焊药的网站上面是写，好像是我记得是660度到700多度中间，就差不多我们中温焊药的温度。所以我在想说，中温焊药那应该不至于太难焊呐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试试看，因为前辈说非常难焊，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试。那黄铜焊药的优点就是你的焊接接触面焊接线，它就不会是银焊药的银色，它就会是黄铜的颜色。比如说我这两个物件要焊接，它中间的那个焊接线，它就会是黄铜的颜色。那时间久了氧化以后，它的颜色也会比较自然，比较好看。那如果今天成功的话，我们之后做黄铜作品全部都可以用黄铜焊药来做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先准备一些小元件来试试看，不同形式的焊接。这个是圆的面，然后我这里有一些，这个是黄铜管，这边有一个切管器。如果大家要切这种线条或者是管状的东西，然后要切好多份，就是你不是只切一个啦，你要切好几个的时候，这个切管器就会蛮好用的，因为它可以依照你要的长度，然后它会这个挡片会在这边，你可以设定好你要的长度，然后你每一次锯它都是这个长度，那我们的锯弓会放在这个位置。我先锯一小段下来试试看。好，很轻松的就锯下来一个切面很平整的一段。好，另外一边我已经先磨过了，所以我现在两端都是齐平的。那我等一下就焊接这个。那我会准备一些不同造型的，我等一下一起来试试看那个不同的焊接面的焊法。好，我准备了几个小元件要来试试看我们的黄铜焊药。然后我刚刚把黄铜焊药切成很小块，因为我这次要焊接的东西都不大，所以我们先从小块的来试试看。那我想要先焊跳环好了，跳环是里面最小的东西，来试试看。那焊黄铜的时候，我会用膏状的助焊剂，就是
膏状的助汗剂就是硼砂类型的助汗剂。我觉得它的那个，我觉得它的防氧化效果比较好一点，比液态的好。那，我会涂多一点，因为黄酮氧化的速度比较快。我剪一颗最小颗的助汗剂在这边。好，我先加热把助汗剂先作用完，然后我把汗药放在缺口上。哦，好，汗完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助汗剂，我觉得这个汗药的温度好像比他说的650到700的温度再高一些耶，因为我的跳环已经全部都红了，它还没有汗药还没融化，所以我觉得，我们来焊大一点的东西来看看好了。我先把它拿去自酸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试看看这一个黄铜板跟这个黄铜管。好，我先加热我的助汗剂，让它都起泡作用。好，然后我想要丢2块稍微大一点的在我的黄铜管里面。我丢2块比较大一点的汗药在里面。那我待会会加热，把它从里面拉出来，把汗药从里面拉出来。好，这个应该要从底下加热会比较好。从底下加热。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焊到。对啊，没有焊到。它的焊药温度有点太高，然后我没有注意到我的夹子上面有银焊，所以粘在上面了。没关系，
这个丑一，我们再来试别的。我先去清洁我的焊接夹，所以目前为止成功的只有跳环，可能面积太大，这个金属板比较厚，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不太能成功呢？很奇怪。好，我们再来试最后一个。这个温度如果太高的话，可能就不太适合焊接。但是我知道那个美国的 Rio Grande，它也有卖黄铜焊药，它卖的应该是正常做精工的人用的焊药啦。我买到的这个可能是一般工业用的，就是那种要用电焊或者是氩焊之类的，就不是我们这种小火枪可以处理的焊接。那我下次在跟美国买材料的时候，我再试试看美国的黄铜焊药，应该会比较正常一点。这个实在不好处理啊。正常是到这个颜色就应该要焊起来了，但是它却动都不动，就表示这个焊药温度真的很高。它融化了。好，这个铜线融掉了，所以，温度真的非常的高。但我这个焊药有融掉了，有融化，焊药有流动。只是这个温度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我觉得应该超过800度以上。这个，我们等一下来研究一下。这一块是刚刚第一个焊失败的那一块，然后如果想让大家看一下正常的焊接应该会是什么样子的，所以我一样我用丢的，我丢了一块中温焊药在里面。然后正常的情况下，它会因为火的温度在底下这个大的面积，所以正常的情况下，焊药会从这个管里面被往外面拉。所以我这个我就用平常使用的中温银焊药来给大家看。好，这样就焊完了。其实正常的中温焊接，它其实不会需要加热到非常的热，它就可以完成它要焊接的地方。但是，缺点就是银焊你就是会看到淬火，银焊就是会看到我的焊药这一圈是银色的。
所以我还是很想试试看黄铜汉药的效果，就是因为这样。好，这个是刚刚已经自酸，然后我有稍微修一下的完成品。这个你可以看到，这个是用黄铜汉药焊的，你可以看到那个焊线，我放了3块焊药，然后它其实只有流动其中2块，那另外1块没有流过来，这边有一点缝，这边是有流满，但是这边没有流过来，因为温度太高了，它其实等到它开始流动，我的金属已经氧化了，所以这一段没有填满，这一段是满的。然后这一边的话，也不是很完全呐，就是一节一节一节的。所以，这个黄铜汉药比我想象中的温度要高很多然后这个比较惨，这个几乎都没有什么流动。它唯一有流动的是我靠在这个线上面的这个焊药跟这个焊药，就靠这个焊药，然后它就稍微把这边粘住而已，其他地方都没有粘住。可以看到还有这边有缝，然后这边就是很勉强的粘了一点点，然后这边也是有粘住啦，但是里面看起来是没有满，所以这个也是不行的。用黄铜焊药焊接的，目前可以接受的只有跳环啦。跳环就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它面积小，然后温度很快一下子就到了。然后我这个胎体，我这个铜的厚度有1.5 mm，所以它温度要时间要比较久啦。然后这个面积小，那个时间比较短，温度一下就到了，就焊起来了。那这个是我改用银焊去焊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焊线是银色的。然后因为银焊药你就是像这种修不到的地方，它就会很麻烦。可以修啦，这是可以修的，但是像我这个表面我有做一点质感，可以看到这边。我有做一些凹凸的质感，所以我如果一旦焊药流到这个质感上，我是没有办法修的。所以如果用银焊药的话，就会有这个问题，我的焊药就流到这个质感上面，我就不能修。然后里面如果焊药在里面流的到处都是，我也不能修。所以像这样子造型的东西，如果可以用黄铜焊药的话，我觉得是最好的。当然，今天只是在试试看我新买到的焊药，它的黄铜焊药，它的效果如何？就是这一根。好，今天的实验我觉得是失败的，但没有关系，之后我会跟 Rio Grande 买正常的黄铜焊药来试试看，这个焊药应该是工业用的。好，今天就被我小试了一下，那失败的成果，就拿来当做一个纪念吧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下次我们再来拍完成功版的，拜拜。